讲得很好，就是这个案例描述的非常精准，谈时间，1个月之前，然后呢时间线、抽牌时间，然后问卜者是谁，说的都非常好，提的分手主要是因为男生的家庭问题，描述的也很好。中间男生有找女生微信聊过天，说想作为朋友聊天，又来一个。你看男的啊，风向聊天的过程中，女生又觉得男生变化和成长挺大的，有想复合的念头，所以想看看和对方的发展。但是在约定抽牌前一天晚上，问卜者和别人聊完天，突然又醒悟过来说坚决不想复合了。你信他个鬼喽！问卜者的牌其实比较不稳定和冲动，现状和未来也是比较难受的牌。但是解牌过程中，问卜者一直会强调自己没有冲动，说自己非常坚定，自己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而且还会说自己现在状态很好，没有很难受啊，导致我对有些困惑。哎呀，这个就很像什么？大家听过孙燕姿有一个很经典的歌词组叫《嘴硬三部曲》吗？啊，很好听，推荐给大家。第一首我不难过，第二首我很爱。哎，第三首是什么？我忘了，好像每个人第三首的评判都不一样，是开始懂了还是什么？哦，我也很想他。哎，不是，我也很想他，不嘴硬，开始懂了，好像是，还是另外忘了，反正就是我不难过去听啊。其实这个女生的症状很符合分手的第一个行动轨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尤其是主动提分手的人。他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需要给自己洗脑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分手之后最难受的是分手1个多月或者2个月之后，就是这个时间线。又或者是大家听过，哎，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我也推荐给过大家，海边的曼彻斯特，有看过的姐妹吗？我之前推荐过这部电影，然后反正就是一部看完有点阴郁的电影，但是它是很好哭的，讲亲情的，就是泪点低的慎看啊。我推荐过海边的曼彻斯特，这里面有个细节就是，男主的哥哥走了。那男主的小孩呢，在他爸爸的葬礼上啊什么的，不是男主哥哥的小孩，在他爸爸葬礼上什么表现得很冷静，但是他的小孩在他爸爸走了之后，哪个时间开始崩溃了呢？不是他爸爸葬礼，也不是看着他爸爸入殡啊等等那个时候崩溃，而是在他打开冰箱之后，就是很日常的一个细节，他打开冰箱之后，突然间想到他爸爸的尸体可能也在一个很冰冷的冰箱里，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开始触发他，对，开始触发他突然间的崩塌。然后呢，就是你会经常听到一些就是电影的描述也是对，就这个人在他重要的人离世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有这种分手也是一样的，在彻底断裂的时候都不会有这种感受，但是可能在一个很小的事情发现陪伴感缺失的时候会突然崩溃。其实我们看案例久了，分手或者自己分手过的，尤其自己甩的对方或者自己觉得这个人你必须要分手，你要给自己洗脑的时候，都会有过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前面空空说的很对，滞后性的悲伤。所以其实这个问卜者他反复强调，我非常坚定，我很好，我现在状态很好。我们只能确定的是，过往他应该求证过无数次，这个男生真的不适合他。我们能得出这个信息，他已经是求证过无数次，所以在刚分手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强调分手很好，我很好，我分手是对的，明白了吗？所以你不用怀疑你自己，你说的其实是对的。权杖8逆位，这个女生其实是不稳定了，就是一威说的是对的，然后不用怀疑啊。不知道怎么把男生的牌和吊人结合起来。我给他解完牌之后，问卜者说，就说他都想要拉黑对方了，感觉也很符合问卜者性格状态。是的，还是那句话，真正的死心和放下是悄无声息的，没有大动干戈，也没有什么拍个 vlog 嘛还。然后后续对方确实一直在找问卜者聊天分享，当问卜者没有搭理或他想和对方说清楚彻底断联想法后，对方则一直想要和问卜者好好沟通，说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给问卜者带来很多困扰和困难之类的，想知道问卜者想法，这让问卜者却感受到了很痛苦很折磨。好，我们来看牌面。这是心理学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是结合这个牌面。如果问卜者不是这个牌面，问卜者是宝剑皇后，我也不会分享这个点，还是依然的结合牌面来的，任何的解读不会超离牌面。火、风、水确实缺土元素。好，让我们来看看。
缺少土元素加唯一大牌是吊人，两个人是因为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家庭而分手的。缺乏土元素也说明他们之间有一些现实的阻碍，导致这段关系不是很稳定。3个月内两个人的关系不一定会复合。结合唯一一张大牌是吊人逆位，我觉得更可能是双方在这个过程中会因为现实问题和内在情绪感受之间的拉扯，两个人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由于念旧而放不下的能量。这个同学基本功很扎实。就是一看就基本功很扎实，情绪上的难以割舍而产生的，并不是想要直接去解决关系中的问题，但在经历的过程中，情绪上的纠结和痛苦之后，未来双方还是会慢慢的更理性的看待这段关系。一个词儿都没得挑，连标点符号都没得挑，这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解得非常好。是这样的，没有土元素的不稳定性和没有落地的感觉，再加上唯一大牌是吊人的逆位，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时过境迁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个同学解得非常好。哎，当然了，有问题可以提问了，大家都来直播课了，别浪费提问机会。这个就是把大牌的能量、大方向能量抓得很紧。好，那我们来看问卜者和对方的关系互动，两个人虽然都是阳性能量，但都不是能够或者想去正面面对和解决这些现实的因素的能量。问卜者是冲动的、情绪化的，对方虽然是理智的，但是不正面的。是的，能量抓的也很准。问卜者是权杖8逆位，问卜者现在确实是对这段关系失去热情和下头的，但他在思考这段关系的时候，很多决策都是上头的、着急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非常容易受到外界比如他人的说辞影响，包括在分手之后会受到对方的一些话的产生影响，对方产生了滤镜，从而产生了想要复合的想法，以及自己突然觉得坚决不复合的决定，也是因为觉得别人说的有道理，所以才会产生突然对对方失去下头，并不是一个非常坚定能量。元素、能量、背景的结合都非常好。权杖8逆位的情绪化和不稳定性，基于火元素的上头快下头快，权杖8逆位的非正向能量，每个点都抓得很好，以及它深度的结合了背景，就是听了朋友说的就想分手这件事情。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当你理解了元素之后，你再结合背景之后去解读，你会解读出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套关键词。这个明白吗？这个同学讲的很好，想转钱的程度，想给他打钱的程度，解得很精准。所以不用怀疑自己，就是你前面讲的是对的，是问卜者他的只能说他的不断的反驳更能展现他的权杖8逆位很准，很融合，是的，基本功打扎实了，所以一直劝大家好好学101、102。对方是宝剑7，我觉得对方会有自己的小心思，会比较擅长通过语言来包装自己，所以他会在分手之后还一直找问卜者聊天。对方找问卜者聊天是有自己的目的的，我觉得他会有一点想要复合的念头，想通过各种小心思手段旁敲侧击来看你能不能有机会，但他并不会直接表达出想要复合的想法。结合现状是宝剑9逆位，我会觉得对方说的东西是不是完全可信的，他的真正想法并没有完全说出来，他说的很多东西可能只是想一下、计划一下、说一下，但实际不会落地。很好，这个部分把缺乏土元素也融合进来了，不会落实到实际行动是缺土元素的融合。我觉得很对，以及这个男生还有一个，当然你要看，因为家庭因素的本质原因是因为男生的家庭因素吗？我不知道这个同学有没有来哈。如果是的话，其实宝剑7还有个特点，就是这个男生光讨论我们要沟通，但是没有解决家庭因素的部分。这是宝剑7的迂回的或者是圆滑的处理，就是对，你看，就是我要跟你复合，我们再聊聊，我们再沟通沟通。但是女生因为男生家庭的原因，她避而不谈，或者她没有真正直面，或者她没有给出解决方案，这是宝剑7的试探性。对，然后呢，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明白吗？避重就轻的，是的。但这些很容易迷惑问卜者，因为问卜者本身也是一个很容易动摇的。对于分手的原因，他们关系中的问题，对方也不是很想要真诚面对。是的，解得很好，可以把家庭因素融合进来解。现状是宝剑9逆位，估计是最近这阵子两个人还是会有聊天和拉扯的，这种拉扯会让双方感到很难受。对，这就是风元素，而且是宝剑9的风元素，尤其是问卜者结合未来的吊人逆位，问卜者可能会因为对方会不断来找问卜者聊天，产生了理性和感性的纠缠拉扯。从理性上想断，感性上等等，之类的，但在未来这种情绪会放慢好转，双方会重新回归到自己身上，慢慢的看清这段关系。宝剑9其实还有一个能讲的，现状的宝剑9，我觉得还有一个能延伸的。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宝剑9的痛苦由来吗？
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宝剑9的痛苦由来吗？人不会突然间到宝剑9的，对不对？再加上他们已经没有土元素任何信任的积累了，还是宝剑9的逆位。我们上次还很重点的讲了宝剑9逆位的由来，不是他们俩之间因为家庭的问题一定吵过非常多次。对，因为是信息过载的，是沉淀的，是积累的，所以他们过往因为家庭因素一定吵过非常多次。是的，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现状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现状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又是9号数字了，就是他们俩之间已经到了这种真的是再沟通多一点也都只剩失望的感觉了，这是他们的现状。所以我觉得宝剑9虽然有好转一点的意思，但一定是失望积累够多了。然后呢，未来的调人逆位确实有代表说更看清一点啊等等，但是呢，我确实觉得他们过程中拉扯，所以我说这个同学的结论什么的等等都给的很精准。然后双鱼月也确实会有一些更明朗的想法或者更明朗的等等都对，时间线踩的也很对，只是这个过程中拉扯到什么程度不好说，纠缠拉扯到什么程度不好说。问卜者需要再认真思考这些决定，而不是因为别人一些话动摇。对，问卜者应该想清楚，如果不想复合，那最后应该怎么去处理？如果真的想要复合，这些家庭因素这类现实问题要怎么面对？另外，如果想要继续和对方交集复合，没得挑，每一个都对。关于这个案例，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解得很好，能把这个部分的土元素结合一下，然后宝剑9跟积累已久的，没有解决的，包括宝剑7补充一下，这个案例可以直接投知识星球。然后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报雷诺曼，如果没有报的话，我可以送多你一副雷诺曼的周卜，解得很好。调人是双鱼座，然后抽牌的时间是这个3月16。其实也就是在调人，也就是在双鱼月的期间，解得很好。这个同学基本功很扎实，所以不用怀疑你自己解的没有错。好，这个案例看是什么问题？课程助理，你帮我记一下，给这个同学记个桌布。哎，你也没有学员困惑对吧？有，把男生和调人牌结合在一起。首先是看关系走向，未来是调人嘛。还有一个呢是，我觉得，你就看男生的状态，如果他长时间的这种试探没有回应，男生会怎么样？男生的牌，如果他长时间的试探没有得到回应，会怎么样？就那样了，就罢手了，调人逆位也就如此了。是的，就是很像双鱼座，而且海王星的能量，双鱼的能量模糊的边界慢慢模糊了，淡化了，可能还是有点黏黏糊糊的。水象嘛，水象肯定是黏糊的，但就这样了，它是这种感觉，明白了吗？